分享皮肤好的秘诀。会考虑和杰西在一起吗？最想合作的对象，还有到现在有哪一集让你印象深刻呢？选另外一半的条件是什么啊？最喜欢看的片子类型？妈的，如果你不回的话就绝交。像最近有一个蛮喜欢是。这就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喜欢的类型跟大家不太一样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车。今天我们要拍的主题是10万订阅 Q&A。10万订阅不是很久了吗？但是因为我很懒得拍这个主题，所以一直没有拍。这不就来了吗？你们看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只能待在家里，现在拍不是刚刚好吗？所以也要很感谢上个月的我一直懒得拍这计划。然后我就在 Instagram 上面发问了匿名问答，以及想要看我做什么事情，就抽了差不多30个左右的题目，谢下凡来解答。可以来吗？首先第一题，频道成长速度符合预期吗？老实说，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个，但是以外人来看的话，应该是非常的。慢吧，超慢。为什么企鹅本人看起来这么害羞啊？哪有啊？我在路上不是都被说脸臭跟什么一样吗？如果疫情解禁了，会想去哪个国家玩？还有带谁去？如果真的想出国的话，应该是想去泰国吧，因为泰国那次真的是意犹未尽。然后最近疫情大爆发，每天都待在家里，真的是闷坏，每天都在工作，真的好想要来按摩一下。如果带人去的话，我可能想要自己去吧，因为我自己都太随性了，然后又不想要被人家绑着行程，这感觉也是蛮不好的。除非有一个人配合度比我还要高，那就 OK 了。企鹅真的非常难搞。有尝试交新的朋友吗？尝试交新的朋友是哪一类的朋友啊？不要想歪。如果是社交交个朋友的话，就随缘吧。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去怎么样，因为其实我有社交障碍，只要跟朋友出去超过3个人，我就不敢出门了。最多容许就是可能4个人或5个人，就这么多了。不然你们看我之前去拍影片，真的是没有再超过那个人数了。如果真的超过，真的是逼不得已才这样的。企鹅最喜欢自己拍的哪一部影片呢？这个问题上次3周年回顾有回过，但是在我冷静的思考下来的时候，应该是一日女生吧，因为那一集真的是一直想要拍，但是就觉得好像拍不出来，然后结果拍出来后效果意外的好，当时也发生非常多的突发事件，竟然都一一的去解决，而且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临时被我整到，也是蛮爽的，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只可惜那一集的观看数没那么高。如果大家还没看过，记得去看，那集真的是非常有趣，而且都没有 say 过，完全没有 say 说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怎么可以把尴尬的主题拍得这么自然啊？废话，但是把尴尬的地方剪掉啊，不然我真的是最尴尬系的 YouTuber 了吧？从以前的影片看到现在，真的是不敢再看了。如果想要看我的黑历史，直接看左上角。企鹅，你几时要嫁出去啊？像我这么难搞的人，当然是靠缘分啊。疫情还没爆发之前，我的作息就是白天剪片，晚上去吃饭、健身，再吃饭就回家了，完全没有塞任何约会行程。然后现在疫情的关系，也都是几乎24小时待在家里，除了拿外送之外，因为我真的是个性太窄，所以才说我个性这么难搞。到底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喜欢哪一类型的人？当然是你啊，没何时脱牙套？上次回诊，牙医是说预估在7月，但是我也不敢保证，因为我不是牙医，而且看了我姐妹子晴，然后看了我堂妹戴牙套。一拖再拖，然后每次医生说，什么时候可以拆掉牙套，结果又拖了1-2年，所以我自己也不敢再相信牙医了。但是他这次自己主动跟我说7月就可以拆了，希望如愿以偿。选另外一半的条件是什么啊？不幼稚，再来就是缘分要好，外形的话就不要太瘦，然后外形的话有胡子好像还不错。会考虑和杰西在一起吗？跟杰西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才不想耽误杰西的青春呢。如果杰西找到一个富豪，这样我姐妹就嫁入豪门，我会多开心啊！干嘛耽误她呢？什么时候再找凯文一起拍片呢？你是说我频道唯一一个新做影片的凯文吗？他的话应该就等疫情结束，他可以回台湾再说吧。因为他现在的工作关系已经困在香港有点久了，所以这点没办法跟你说。你穿内裤的 size M， 然后最近我发现我可以穿 L 的 ，L 还蛮舒服的。买可乐。可不可以每10万订阅就释放一支儿宝的专属影片给大家看呢？一个月只花75块台币，一个月有30天，75除以30的话，一天只要2.5块钱，一天2.5块钱，你也不能帮助企鹅吗？你看现在黄标肆虐成这样，这么严重，然后最近又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都只能宅在家，也不能拍片，连我频道最红的陌生人吃饭系列都不能拍了，要叫我怎么活？所以就拜托你们了，一个月只要75块的话，就可以帮助我不用那么怕黄标了。但是假如你经济许可的话，可以订阅更高级的儿宝等级，这样子可以让我在制作影片上有更多的成本可以做使用。玩恐怖游戏。你可以走到前面。好吵啊！
会不会想再养狗？倒是蛮想养的，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只狗，所以未来要是可以的话，真的会想养一只柯基。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，领养代替购买。如果真的有缘分的话，然后经济许可，我就会养一只。有什么还没穿过的内裤，或是想穿的内裤吗？内裤品牌的话，只要是好看的话，我都愿意去尝试。如果厂商想跟我合作的话，也记得发 email 给我，可以一起来合作。家人一开始知道你在拍影片吗？应该隐隐约约知道，到现在好像都知道了。还有到现在有哪一集让你印象深刻呢？印象最深刻的好像是一日直男，因为那一集我在开拍之前要跟肉包敲时间，一开始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有一度我真的觉得我像怪叔叔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尊心受伤害。虽然他真的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这感觉真的非常的不好受。因为直男都有一个通病，他都觉得我们圈内人都想要骚扰他们，但是他们怎么不想看他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吸引我们呢？也太有自信了吧！最想合作的对象应该是小玉放火吧？大家可能会想说，怎么是他们两个？但是因为我自己有研究过他们的影片，发现他们真的超有才华的，不管是影片上的企划、后置剪辑，真的是非常用心。不要看他们这样好像随便拍一支影片，然后一想到小玉每一集的服装造型都不一样，真的是觉得非常用心。撇开他们有一些受争议的影片的话，非常佩服。家人总会同意让你拍 YT 啊，老实说，我真的没经过他们的同意就自己做这工作，但是他们也没太多的干涉我，只要我能好好照顾自己，偶尔孝顺他们一下，这样就好了吧？请问记得之后可以跟 Drag Queen 拍一集影片吗？记得可以装扮 Drag Queen 吗？这个完全是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不过要先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再说吧。因为之前拍一日女生的时候，就想说找一个 Drag Queen 来合作了，但是我想说一日女生的话，女生的感觉跟 Drag Queen 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概念，所以我想说先挑战一日女生。如果是 Drag Queen 的话，就不会让子晴还有陈雅蒂吓到，因为 Drag Queen 的实在是都太舞台效果了。然后那集我想要营造的是一种真的是一日女生的概念，说按摩 SPA。拍过影片最喜欢拍的主题，大家一定会想说，是不是什么按摩啊，或是什么做脸体验啊？当然不是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真的是想好好的享受过程之中，所以不想拍影片。但是如果要说最喜欢拍的影片主题的话，应该是 ASMR 吧，因为那一集真的是非常好剪，整个后置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吧。像照其他影片，少说都要10个小时，非常的麻烦。拍摄过程最伤神的话，就是找陌生人吃饭系列，因为要找陌生人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难。首先你要找到观众都喜欢的长相，这点真的是很政治不正确，但是没办法，毕竟会直接影响到观看率，而且那个人还必须要有空，以及他还不能怕镜头，或是他可能因为职业关系不能露面等等的啊，都非常的靠缘分。所以我其实到后面都很懒得拍找陌生人吃饭系列，会想再出实体写真吗？以及和大家碰面，这点也真的是看缘分。因为老实说，我真的很久没有拍照，从退伍那一阵子到现在已经1年多没拍照，也没有摄影师找我，或是有摄影师找我，然后那一档期比较忙，所以就没有拍了，就只能随缘了。然后跟大家见面的话，这一点是势必一定会的。等到疫情结束，我一定会举办跟儿保的见面会，所以希望看完这一集的你，有经济许可的话，记得一起加入儿保的行列，可以帮助我，这样子我可以更多资金去拍新的影片以及内容计划，裸体跑步，怎么那么晃？有一个问题，我等到了影片剪完之后才忽然想到，就是 Josh 问的最喜欢看的片子类型。妈的，如果你不回的话就去教。凯莉是用这个表情。谢谢。你就是帮我丢了会死是不是？我最喜欢的类型，其实我不喜欢看圈内片，我喜欢看的是有女生的。然后最喜欢的类型要荒谬一点的会比较好。像最近有一个蛮喜欢的是，有一个女高中生，她要交美术作业，然后她就找了一个男同学说要帮她完成这个作业，我就很喜欢。这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的类型跟她不太一样。分享皮肤好的秘诀，规律的生活习惯，定时睡觉，以及吃东西尽量不要酱油，吃火锅不沾酱等等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啊，对了，记得要保湿，用化妆水，冬天要记得加乳液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迟来很久的10万订阅 Q&A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喜欢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给你朋友看，看看企鹅的10万 Q&A 的回答吧。然后也谢谢有饲养鹅烂蛋的你们，赶快一起来养一颗吧。会再找和狮子一样的男友吗？再找和狮子一样男友是什么意思？是如果再有第2个狮子是不可能。如果未来有交暧昧对象，结果他有癌症等疾病重症的话，我可能会却步一下，因为我不敢再有那个心再去面对同样事情以及陪伴，因为陪伴真的是要消耗非常多的精力，就只能说看那个暧昧对象我到底有爱得多深。